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终于，三星 PCIe 5.0 世代的旗舰之选，三星9100 Pro 终于登场了。三星9100 Pro 身为酝酿很久才正式登场的顶级定位 PCIe 5.0 SSD， 这次三星也不负众望的，在峰值读写表现上再次向上，来到最高14800 MB/s 的超高速读取，以及13400 MB/s 的高速写入，随机读写更是分别来到220万以及260万，甚至从 1TB、2TB、4TB， 并且预计在第3季的时候推出 8TB 的超大容量版本可选。那为了谨慎对待接下来几年的旗舰 Gen 5 SSD， 我们今天非常给力的直接帮大家寄来了总共3条9100 Pro， 并且都是 4TB 版本，一次帮大家解决3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三星9100 Pro 的效能表现究竟如何？第二，我们把9100 Pro 有原厂散热器以及没散热器的裸条2个版本都借到了，所以可以顺便来看看三星这次的原厂散热器表现如何，并且对比一下没有散热器的版本，很直观的告诉你为什么大家一直强调，如果你要买 Gen 5 SSD， 请一定要上散热。最后，我们也准备了 PCIe 4.0 时代的王者三星990 Pro， 一次看清楚 PCIe 5.0 对比 4.0 在各种场景之下究竟有多大的效能提升。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咯。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教大家怎么安装 M.2 SSD 吧。以 SSD 来说，主要可以分为老款 SATA M.2 的 B-M Key， 也就是2个缺口的接头，以及 NVMe M.2 常用的 M Key， 也就是只有1个缺口的这种。那不管是 PCIe 3.0、4.0， 还是现在最新的 PCIe 5.0 SSD， 在消费级市场，它们主要都是以1个缺口的 M.2 NVMe SSD 形态出现。那大家一直听到的 M.2， 实际上就是前面这个接头的名字，这也是目前高速 SSD 最通俗采用的接头形状。好，简单认识之后，接着就是安装方式啦。M.2 SSD 的安装非常简单，基本上只有3步骤。第一步，如果你的主机板有 SSD 散热片，请先取下来。第二步，把 SSD 的固定螺丝松开。如果像 ROG 这张没有固定螺丝，那就直接把 SSD 对准缺口，斜斜的稍微用点力，插入到底，这样就完成了。最后一步，把螺丝锁上，或是扣上 SSD 的卡扣，这样就完成了。安装好之后，设定 SSD 的方式也很简单，我们到 Windows Logo 这里，右键选择磁碟管理，这边可以看到辨识到新加上的 SSD 了。接着我们就右键新增简单磁碟区，你也可以帮磁碟区命名，这样就完成了。那唯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买的是有散热器的版本，那当然就没问题，到这一步就完成了。那这个散热片版本的厚度大约是 8.8mm， 所以如果真的要塞进笔电，未来要塞进掌机，或是我们示范一下实测插 PS5 Pro 这种小空间里面，其实也是没问题的。未来等更多机种支援 PCIe 5.0 也能无痛转换。那散热器版本比较特别的是，相较起上一代990 Pro 的几何棱状设计，三星在9100 Pro 上为了压制 Gen 5 SSD 更高的散热需求，他们在 8.8mm 的散热片上加上了内凹的沟槽设计，除了可以增加接触面积、加速散热之外，上面的这些沟槽也更有利于气流通过，可以更快的把 SSD 上的热量带走。那如果你买的是没有散热器的版本，那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把主板随附的散热片盖上，毕竟 PCIe 5.0 的热情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后面这个塑胶片一定要撕下来，让导热片直接接触 SSD 才对哦。那一开始我就先来解决大家最好奇的问题，如果你买了一条9100 Pro， 然后不上散热器，会发生什么事情？ What？ 我们这边准备了规格完全相同的2条9100 Pro 4TB， 并且都插上主板的 PCIe 5.0 插槽，让效能完全发挥。那我们先小试身手，直接复制整个 1TB 的影音专案，大档案、小档案、超小专案、记录档都有，完全模拟一般创作者会有的专案情境。开始测试。你看9100 Pro 的速度是真的快，1分钟就已经传完 170GB 的档案，所以对创作者来说，1分钟就可以拉完整个专案，是真的超级舒服。全程都维持大约在 2.8 到 3.2GB/s 进行传输。那以总传输时间来看，有散热器这边总共花了5分56秒完全传完，而没有散热器这边则是花了7分11秒完成。
那会有这个时间差，主要就是因为没散热器的版本后段过热，只能降到800 MB/s 左右传输，做到温度保护。所以光是选择原厂散热器这个版本，整体就已经少了21%的传输时间。那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点是温度。没有散热器的版本，初始温度大约是38度，传到2分20秒的时候，Sensor One 的最高温直接冲破了100度，结束时的最高温甚至来到了112度，封装更是来到了83度的高温。这个热量是真的不容小觑啊！虽然 SSD 本身会降速进行过热保护，但还是要提醒，这完全是错误示范。Gen 5 SSD 完全不建议裸调使用。而有原厂散热器这边，在最终结束的时候，封装就只有60度，大幅降低了23度。Sensor One 更是从112度狂降了44度，来到还可以接受的68度。所以真的不要开玩笑啊 ！Gen 5一定要做好散热措施。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提醒 PCIe 5.0务必请留意散热。除了可以稳定发挥效能外，最重要的还是寿命跟稳定性都会大幅延长。不过依照本频道的惯例，怎么可能只测这样？当然也要来详细实测一下三星9100 Pro 的表现，你说对吧？接着我们就进入到实测环节。首先看到盒装，三星9100 Pro 的彩盒设计，维持980 Pro、990 Pro 系列的一贯黑底设计。那这个盒装我非常熟啊，光是980 Pro、990 Pro 工作室服役的就有7、8条以上。那盒装上也能直接看到是有散热器还是裸调的版本，上面这边也直接标示了，这是一条 PCIe 5.0/4 NVMe M.2 SSD， 然后是 4TB 容量的版本，读取达到最高14800 MB/s。反过来，这边有印上提供了5年保固，不过要注意哦，买 SSD 不只要看保固多久，还要看 TBW， 也就是写入总量的限制。那以9100 Pro 来说，三星提供每 TB 600TB 的写入总量，所以 1TB 版本就是5年或是600TBW，2TB 1200TBW，4TB 2400TBW，8TB 4800TBW。所以过保的判断很简单，就是看5年先到还是你的写入量先到。三星9100 Pro 这条贴纸是单面贴在颗粒上的，并且超级黏，还有破坏条设计，撕下来基本上会有破损，所以千万不要把它撕掉。目前各家撕掉大多就等于没有保固了，不要轻易尝试。那因为我也是借来的，所以就不撕开了，还请见谅。如果是自己买的，当然就直接开撕。我们来看一下 SSD 上的硬体配置。三星9100 Pro 4TB 版采用的是单面颗粒方案，所有的主要元件都在正面，所以如果要塞入笔电，其实做好散热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身为三星家的旗舰 SSD， 9100 Pro 依旧是自家整套的全三星方案。首先包括采用三星自家5奈米 Presto 主控，拥有5核 Cortex R8 的配置，搭配上三星自家单颗 4GB 的LPDDR4X 低功耗快取记忆体，以及三星自家236层 3D TLC VNAND V8 颗粒，单颗 2TB， 2颗总共 4TB。那 4TB 的版本最高可以达到14800 MB/s 读取，以及13400 MB/s 的写入，平均读取功率9瓦，写入 8.2瓦。所以 PCIe 5.0 是一定要留意散热的，尤其大容量的峰值功耗也会高上一些，闲置功耗 6.5 毫瓦。值得一提的是，身为三星家的 SSD， 不能错过的还有三星自家的 SSD 控制软体三星魔术师 Samsung Magician。那这套软体的功能可以说是极其丰富完整，但对于一般用户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4个功能。第一，安装好之后，在首页这里就可以快速看到目前 SSD 的写入量以及机池的温度。那以9100 Pro 来说，室内26度，待机够久，其实也就可以达到40多，将近50度。那第二个最常用的功能，我觉得是效能测试。因为现在主板如果要插上2条 Gen 5，通常都需要做 PCIe 通道切分的设定。那要测试到底有没有设定成功，跑个测试是最快的方法。那直接打开 Magician， 选 Performance Benchmark， 按下开始，等个几分钟，结果出炉。你看这边读写速度出来了。那根据你的主板品牌不同，我大概试了一下，通常13000到14000的读取，12000到13000的写入上下都是正常的，会跟你使用的主机板是否可以完全解放这条 SSD 有一点相关。最后一个 Samsung Magician 也提供了韧体更新的功能，未来如果9100 Pro 有任何新版韧体，也可以直接透过魔术师软体进行更新。除此之外，魔术师也提供了 Secure Erase 硬碟加密、资料转移的功能，
有需要的朋友其实也是蛮实用的。接下来我们就直接上机测试吧。依照国际惯例，先看一下测试平台。CPU 部分搭配的是最新的 Intel Core Ultra 7 265K， 降价后拿来创作真的香。主板肯定要选配得上身价的 ROG Maximus Z890 Extreme， 搭配上2条 24GB， 总共 48GB 的 RAM。那我们这次准备了3条9100 Pro 4TB， 1条拿来当成系统碟，另外2条都当成测试，让效能测试、对考测试都尽可能不存在瓶颈。此外，我们在同样的测试平台也会另外测试上一代990 Pro 的表现，作为世代升级的差异参考。接着，我们就直接来上测试结果。先来跑个 Crystal Disk Mark。9100 Pro 在空盘的时候可以达到读取14123 MB/s， 写入13150 MB/s。目前在 Z890 上，这似乎已经是最佳表现，但也的确是 PCIe 5.0 SSD 的顶端效能无误。我们这边也对比上一代的990 Pro。那9100 Pro 这边不意外啊，提升了一大圈。不过比较值得一提的是，相较起其他项目都整整强上1圈。Q1 T1 的测试项目在9100 Pro 这个世代上的提升还是相对有限，落在读取100、写入340左右，但还是比990 Pro 有着 20% 以上的提升。而在半盘之下，读取和写入其实与空盘差异不大，也还在该有的水准上。接着看到 AS SSD 1GB 的测试，9100 Pro 不管是半盘还是空盘，数据上差异不大，都在正常水准上。甚至连 4K 64序的写入，在半盘之下的表现都还很不错。那如果我们再加大测试强度，直接测空盘 10GB 的表现，对9100 Pro 来说也是毫无压力。我们这边直接对比上一代的王者990 Pro， 新的9100 Pro 无论是在循序还是 4K 64序之下，都有一大圈的明显提升，读取的表现已经接近翻倍，延迟则有小幅下降。接着我们来测游戏表现。这边用的是 3D Mark 的硬碟测试，总共会测试3款游戏以及4个模拟情境。我们首先看到载入战地封印物，9100 Pro 对比上一代990 Pro， 大约有着 54.8% 的大幅提升，这个跨世代是真的蛮有感的。接着是载入 Call of Duty 决战时刻黑色行动4，提升更是来到 59.7%， 将近60%的速度提升。游戏载入最后看到载入斗阵特工，提升也来到 47.3%， 将近50%。而在许多人关心的移动游戏这个指标，9100 Pro 可以稳定达到5682 MB/s 以上的表现。上一代大约是落在3697 MB/s 左右，提升也是来到50%以上，达到 53.6%。总分的提升则是来到 36.2%， 的确就是跨世代会有的升级幅度。好，我们测完了基础的效能测试，我们接着要来上一点强度，来跑负载测试。我们先小小暖身一下，来测 ATTO Disk Benchmark 的负载测试。可以从结果上看到，基本上这已经是各家 SSD 最擅长的 loading 项目了，没有太大问题。真正猛的地方是，我在测9100 Pro 之前，看到国外很多人测了 IDA64 的写入烧盘测试，不约而同的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这也是我这次最期待的测试。那我们也不客气，我们直接设定在最高 8MB 的档位，把9100 Pro 4TB 完全写好写满。那在经过了52分钟左右的写入后，9100 Pro 居然跑出了一条近乎全程满速的曲线，这个结果是真的极其夸张，非常瞎扯淡啊，丝毫没有压力。平均传输速度来到了9924 MB/s。那主要就是因为9100 Pro 这次用上的是升级版的 Intelligent Turbo Write 技术，大幅提升了 SoC 快取的容量和调度，可以说是近乎解放 Gen 5 SSD 的表现。那在最终结束的时候，封装落在73度，以50分钟的连续写入测试来说，原厂散热器的温控表现的确也还 OK，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该有的散热还是要给。我这边也帮大家试试看，如果采用裸调完全没有散热的测试曲线，可以看到这个上下波动明显就是撞到温度墙了，封装这个时候都已经来到84度，那为了保护 SSD， 最低甚至已经降到大约300 MB/s， 并且我们也用热成像拍了一下， SSD 已经来到84度。所以还是再次提醒，不管你是要买原厂散热器版本，还是用主板散热片，不管，记得一定要有基本的散热就对了。那我就先跑到这边，不继续往下测了，毕竟是跟别人借的，就不继续虐待它了。最后来一个比较重度真实场景的测试，我们直接从另一颗9100 Pro 透过复制的方式传输半盘，
也就是创作者闻风丧胆的2TB 史诗级超大专案进行写入测试。那我们这次准备的是真实的2TB 影片专案，对，里面会包含各式图片、影音、专案记录档、系统暂存、大档、小档、超小档都有。整体的档案组成会是比较复杂，但更贴近真实状况，可以更好的模拟一般使用情境，比单个大档传输会更有参考价值。那这边直接上结果，可以看到9100 Pro 前段都维持在3GB/s 上下，最高到3.3GB/s 左右的速度进行高速传输。那在传输了5分多钟，大约1TB 左右，9100 Pro 的 SLC 快取也差不多快要耗尽，所以产生了一点波动，大概降到2.5GB/s 左右撑着。那比较猛的是，在传了超过 1.3TB 之后，9100 Pro 才迎来真正的明显降速。但你要说它变慢吗？也没有，居然还是稳在 1.5 到 1.8GB/s 上下持续写入，还是很快。全程连续2TB，也只花了15分56秒左右传输完成。因为是组成复杂的真实专案，还是很快。那原厂散热器的温控表现也很不错，传完 1TB 的封装最高温也就落在60度上下，最终传完也就是70度。所以实话说，这个原厂散热器虽然看起来薄薄一条，但的确是明显有用啊。那我们也透过热成像拍摄，可以看到散热片最高温也就是大约60度左右。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尽可能把重点都浓缩进来了，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团队没说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最后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电脑零组件讨论社团，之后如果有什么活动或是优惠也会更新到上面，现在就马上加入吧。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